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里是新的一期的内容。这一期与以往的不同，我们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我去年一年读过的一些好书，并且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当然，我的分享内容仅供参考，我的解读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充实自己，积累更多的投资和理财技能。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小狗钱钱》，它为我们解释了我们当下的财务状况并不代表我们未来的财务状况，思维才是未来贫富关键的原因。这本书我们将会收获大概以下5点。首先，我们需要写下自己的10个想要变得富裕的原因，并且选出其中最重要的3个。这本书还告诉我们，有3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给我们说了4条忠告。最后，警告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之中，不要杀死了自己的鹅。其实，《小狗钱钱》这是一本理财启蒙书，它的作者被称为欧洲第一金钱教练。它的作者是博多·舍费尔。这本书通过童话故事的形式，向我们传达了理财的思维和方法。书中讲述的一个主人公是一只名叫钱钱的小狗，它能够和女主吉亚进行沟通，并引导小女孩吉亚改变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同时也引导吉亚学会了理财，创造出了吉亚的第一桶金。首先，我们也像以往一样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博多·吉费尔。他是德国著名的投资家、企业家，也是演说家和畅销书作家。博多·吉费尔舍费尔，他的人生中曾经出现过多次严重的财务危机，但是最终他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了财富自由。好的，那么在本书中，小狗钱钱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是在吉亚准备打电话预定自己非常喜欢的 CD。这个计划将会使吉亚花光1个月的零用钱。这样的场景，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十分熟悉的？在吉亚即将准备花光1个月的零用钱去购买一份非常喜欢的 CD 的时候，小狗钱钱不仅组织了吉亚的这种冲动型消费，还给吉亚上了第一堂理财课。这简直是一只招财狗呀，对不对？钱钱给吉亚上的这个第一课，就让吉亚写下了10个自己想要变得富裕的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只有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它。很多时候，虽然有些人会想要更多的钱，但是只有很少数的人认真的想过用这些钱具体去做什么事。所以最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变得富有，并且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那么变富有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也是能不能够变富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候，吉亚就写下了10条理由。钱钱又让吉亚画出这10条理由之中最重要的3个。其实10条理由对于想变富的我们来说，已经并不是那么的多了，可能每条理由都很充分。这个时候，如果只要选择其中3个最重要的，可能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取舍吧。吉亚也怀着这样子的疑惑去想，选出3个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真的会有效呢？我把这3个财富目标写下来，就真的可以实现吗？这个时候，钱钱就告诉吉亚，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么最后只会以失败而告终。试试看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当我们真正决定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2个选择，要么努力的去做，要么就不要去做。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名字叫小红，这位同学让我印象很深刻。小红同学在每学期开学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
比如说这学期他想考全班前3，然后会把这个目标贴在桌子上。这种行为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是非常的高调。有一次呢，我就问小红，你为什么要写在桌子上，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如果这一学期真的万一没有考好，那样不会很丢脸吗？我记得当时小红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坚定地说：这样我就必须要考好了。后来小红果然成了保研的硕士。其实很多时候抱着这样试试看的态度去做的同学，根本上不用试，因为最后大概率都是会失败的。很多时候试试看只是作为失败之前的一种借口，他们可以说，因为我没有很尽心尽力的去做，所以我失败了。如果我不是试一试，我有很明确的目标，很坚定的这样去做，那么就一定会成功。类似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法。不仅上学的时候是这样，其实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于赚钱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只有坚定的想要成为富人的人，最后才会成为有钱的人。抱着试试看心态的人，最后基本上都没有变得很富有。小狗钱钱让吉亚做了3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哪3件事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用图片描述这3个梦想，并且建立起来一本梦想相册。第二件事情是每天打开这个相册多看几遍，并且想象实现梦想之后的画面。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它会让吉亚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这也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常说的梦想视觉化。第3件事情就是为梦想准备梦想储蓄罐。完成梦想有时候是需要花钱，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通过梦想储蓄罐，就可以让吉亚的梦想更快地变成现实。在当我们有了梦想之后，很有可能被别人嘲笑，甚至是有可能嘲笑我们的正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最好的朋友。其实最容易嘲笑我们的人，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切身的体验。因为最亲近的人，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很大的把握做得到，于是他们也有理由认为我们也做不到，因为他们会认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好，或者是一样的平均。在书中也是这样的，吉亚的这个想法在被妈妈嘲笑了之后，吉亚也想要放弃。但是幸运的是，吉亚身边有小狗钱钱这样子的理财导师，或者说梦想导师。所以想要变富的同学们一定要防范我们的亲朋好友对我们梦想的扼杀。想想看，我们的周围是不是也有很危险的梦想杀手呢？避免这样子梦想的扼杀，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和富有或者是想要变得富有的人一起玩耍。只有这样子的人在一起，我们才会如何的想办法，才会努力去实现梦想，而不是在抱怨，或者是自黑中让我们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比较重要的3个目标。有人说我想要财富自由，每个月非工资的收入大于10万。有人说我想要在北京有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有人说我想要带家人玩遍200个国家。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人生理想。设定了这些理想之后，实现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也不能为了实现目标，就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之中。在本书，吉亚的父母就是深受债务问题的困扰。可能周围有很多的同学或者是朋友的家里也曾经陷入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债务危机。那么怎么样去防范或者是化解这些债务问题呢？钱钱这个时候也给了吉亚4条忠告。第1条就是欠债的人应当注销所有的信用卡。第2条是对于欠下的债，按最低的还款标准去偿还。
第三是对于消费类的贷款，应该将不用于生活的钱首先存起来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再用于去还债，最后的那一部分才用于实际的生活补贴。最后一条，对于我们所有想要去做的消费，消费之前都多问自己一句：这真的是有必要的吗？下面我也来为大家解说一下这4条忠告的背后。第一条，欠债的人应当注销信用卡。他说的其实是要消除消费产生的负债。消费产生的负债，这是一种坏的负债，它会让我们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从而越来越穷，最终陷入财务危机之中。欠债的人不但要注销信用卡，还要注销一切信用卡类的东西，比如花呗、白条、消费贷之类看起来很贴心，却极其容易让我们越来越穷的东西。第二条呢，按照最低的还款标准偿还贷款。他说的是，因为资产，特别是生钱类的资产产生的贷款，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偿还。于是，生钱类的资产产生的负债是一种所谓的好的负债，因为生前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入能够覆盖我们贷款产生的现金流出，于是这样的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帮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还清曾经的债务，并且很有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结余。另外，资产上的价格有时候会上涨，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我们用于投资的一些资产，通过这些价格的上溢，我们会越来越富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条忠告说的是，我们要消除消费贷款，尽量的去多存钱。存钱就相当于，俗话说的养鹅，等鹅养肥了，鹅就可以下金蛋。没有鹅的人是不能变得富有的。那么最后一条，第4条说的是要理性的消费，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尽快把自己下金蛋的鹅养肥。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会下金蛋的鹅这个概念。金先生通过一个故事告诉了吉亚，不要杀死自己的鹅。这个故事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农夫有一只下金蛋的鹅，农夫开始很开心，后来农夫的欲望就越来越大，鹅下金蛋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农夫欲望的膨胀。于是呢，农夫就决定杀鹅取卵。鹅死了，最后农夫不仅没了金蛋，连下金蛋的鹅也没有了。很快，他就将自己的金蛋挥霍殆尽，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在这本书里也有类似的场景发生，比如吉亚一开始打算的是存足够的钱，然后花完这些钱去实现他的梦想。如果吉亚真的这么做了，那么吉亚同样也是杀死了自己的鹅。那我们应该理性的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呢？先生就告诉吉亚，我们要把自己挣的钱分成3部分，一部分储蓄起来养鹅，一部分放在梦想储蓄罐，一部分作为零用。而金先生把自己1/2的钱都储蓄起来养鹅。那么睿智的建议，不愧是拥有大把大把财富的男人。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望，而不经意间就杀死了自己的鹅。比如说，花光自己的积蓄，花光自己的月工资，去买一些名牌的衣服、包包，或者是贷款买车，或者是每一季度新发的新品上市，都会去发布会购买，每年一换的手机等等。我并不是反对买好的东西，当然也不反对过高品质的生活。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用零用钱或者是梦想储蓄罐里的钱去买这些东西，而不是用自己决定拿去投资的钱用来满足消费的欲望呢？
吉亚也是从刚开始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欲望，为了新出的 CD 就要花光自己的零花钱，到后来建立自己的梦想储蓄罐，再到后来为了自己的梦想开始运用自己的优点来赚钱。但是假设他没有自己的额，这一切可能又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于是，当有了收入之后，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开始养鹅，而不是满足消费的欲望。我们再来说到，从负债到梦想储蓄罐，再到养鹅，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看见了吉亚的财商升级的历程。回想到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着这个阶段中的某一个环节呢？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目前的财务状况可能只是一种结果，富有也好，负债也好，它并不是一种原因。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财务状况的原因呢？书中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们的邻居桃木太太。桃木太太家里遭了贼，但是桃木太太非常的淡定，她说：钱只会留在那些为之付出努力的人身边，那些用非法的手段获得的不义之财，反而会比没钱的时候感到更糟。我认为桃木太太说的这话的意思大概是，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永远不仅仅是因为金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具备了富人思维，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如果你不具备富人思维，即便突然有了很多的钱，这笔钱也终究会随你而去。我看过一个研究，他说世界上彩票中大奖的人里，大概有90%左右的人，在拿到奖金后的10年之后的生活，甚至比中奖之前还要悲惨的很多。思维是贫富的关键原因，但是思维并不会因为我们会有了一笔巨大的财产而发生改变。思维只能通过我们的学习、思考和从小的训练来改变和养成。关于思维，我们可以思考这样子一个问题：如果哪天我买了彩票中了1000万元，那么我将会如何去花这笔钱呢？很多年前，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我会花500万买个房子，100万买辆跑车，100万用来孝敬父母，剩下100万出去玩，最后还可以存200万在银行里吃利息。现在想起来，这样子的思维真是高纯度的贫穷人的思维方式呀。当读过这本书之后，再来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思维的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呢？那么我会如何去花这笔钱？我的思维到底是穷人的思维还是富人的思维？关于《小狗钱钱》这本书，我们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欢迎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拜拜。